你現在感覺到台灣現在全世界對待台灣的態度、姿態跟這個雙方互動的狀況，都跟過去有很大不一樣了。當然很大的不一樣啊。我覺得我們可能從來沒有這麼被重視過。那真的是一方面，當然全世界都知道說台灣的地緣政治的處境，然後他們也知道台灣是一個很民主的國家。那更重要的是，他們現在都體認到台灣的國力。我們的國力，在上一次我們談 Computex 的時候有講到，說全世界如果沒有台灣的話，這個 AI 產業是走不下去的。我們本來都只重視到說無人機的軍事價值，無人機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產業嘛。無人機的產業，因為有人講說，未來台灣的所謂的3個護國神山，你說了 AI，除了晶片之外，另外一個就是無人機。無人機的產業有這麼大嗎？它的這個整個市場有這麼龐大嗎？我想，因為幾個國際機構的預估哈，未來這個無人機的產業很有可能會到1000億美金。我去拜訪利沃夫的 IT 協會 IT Cluster，他們送我2個很有趣的紀念品，這個就充分說明無人機工坊裡面的矛跟盾。他們送給我的呢，一個就是他們稱之為無人機的這個捕捉車。那有一部電影哦，《魔鬼克星》。魔鬼克星，那個是 Ghostbuster。那他們就從 Ghostbuster 的電影裡面得到這個靈感，然後他們還送我一個很有趣的紀念品，就是這個。這是什麼？這個是烏克蘭打下來的俄國無人機的碎片殘骸，那他們把它變成藝術品，然後裝在盒子裡面，對，送給貴賓。我們從媒體可以得知到說，無人機已經改變這個世界的戰爭樣貌，特別是你在俄烏戰爭裡面，烏克蘭明明是一個小國，而且它已經慢慢的失去了美國的一個支持，但它還是可以讓俄羅斯感覺到了鼻青臉腫，它是俄羅斯感覺到了壓力。為什麼呢？就是烏克蘭在這一段時間裡面，它居然發展了龐大的無人機的產業鏈，而且它一年大概生產了700萬架的無人機，它可以短、中、長程。現在俄羅斯的煉油廠、俄羅斯的重要軍事設施，全部都在烏克蘭的無人機射程範圍內。這個已經完全改變過去對這個戰爭的樣貌，特別在俄烏戰場裡面。60%到70%的傷亡，現在都是無人機所造成的。另外，我們看到在伊朗的戰場上面，伊朗當然也是一個小國，可是伊朗也是透過它的無人機，現在對中東，甚至對美國的第5艦隊也造成龐大的壓力。這也是台灣說，我們現在要面對中國，我們現在要打不對稱的戰爭，台灣現在一定要發展我們的無人機產業鏈。可是我們只是聽。我們沒有到現場，我們沒有實際去看說無人機是怎麼改變這個世界的，無人機是怎麼樣改變這個戰場的。而最近我們看到貿協的董事長黃志邦，他之前已經非常辛苦的辦完了台北的電腦展，那現在呢，他又馬不停蹄的帶着台灣的訪問團，帶着台灣的這個產業鏈到了波蘭。明知為說我到波蘭蓋一個台灣月，可是沒想到他竟然進到了烏克蘭，在第一線實際去看到烏克蘭在戰爭裡面怎麼使用無人機，怎麼用無人機改變戰場，而無人機現在對未來的戰爭又有多麼樣的重要，特別是對於未來。無人機它會變成一個龐大的產業鏈嗎？它會變成一個龐大的商機嗎？那如果它是一個龐大的產業鏈、龐大的商機，特別是它在戰爭中又是一個不對稱戰爭非常重要的要素的話，那台灣到底該怎麼辦？我們到底要怎麼樣進到這個市場呢？好，我們今天非常高興的邀請黃志邦到我們的現場。董事長你好。寶傑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沒有想到這麼快又來上你的節目了。我沒有想到這個那個電腦展剛剛結束，你又跑去烏克蘭。然後烏克蘭我覺得好玩是台灣剛好在討論，因為之前我們講我們是行政院要通過無人機的這個條例，本來以為說我們的這個藍白也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要反對，沒有想到韓國瑜去了一趟美國。180度轉變，你要知道，韓國瑜去美國，美國只關心2個事情，一個就是你的軍購，第二個就是你的無人機產業鏈。所以我們就看到韓國瑜完全180度的轉變，代表台灣現在已經認真的，我要進到這個市場，我要建構這個產業鏈，而且它是一個龐大的利益，而這個龐大的利益現在已經要不是只有嘉義，台中也是磨刀霍霍要搶它。好，但是我們第一個要問的是，因為我們都是聽來的。
我們都是聽說的。你到現場，你直接到了利沃夫，你直接進到了烏克蘭。現在在俄烏的戰場上，最主力的武器真的是無人機嗎？當然是無人機啊，而且它是全面性的，不只是在戰場上。全面性，這個是一個全面性的消耗戰，所以雙方都用無人機來互相攻擊，然後互相破壞對方的基礎設施，破壞對方的這個經濟命脈，然後破壞對方的社會安定。那我們駐基輔台貿中心的主任，對，他去年10月，他住的對面的那棟大樓的屋頂就直接被俄國無人機命中，是他半夜把他嚇個半死。他在利沃夫他利沃夫其實離沒有，他在基輔，他在首都基輔。那這次是到利沃夫去，對，他到波蘭去，把我們接進去利沃夫。對，所以你可以想象說，無人機它現在的應用已經完全跳脫在2022年俄烏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大家對它的想象。那過去這幾年，無人機可以說這種無人載具徹底翻轉整個國防產業跟戰爭的邏輯。因為它翻轉戰爭的邏輯，所以它的整個徹底翻轉國防產業。在戰爭邏輯方面呢，這種不對稱而且是去中心化的戰爭，完全改變了我們對戰爭的想象。那如果你是用20世紀的戰略思維來打21世紀的戰爭，那你麻煩就大了。那當然這個我覺得這個軍事專家有他們的評論啊。像最近在這個中東發生的美國、以色列跟伊朗，那美國、以色列他們有非常強大的先進科技跟武器。但伊朗有的呢，就是無人機，然後飛彈、水雷這些很傳統的。但是伊朗用的是很不對稱的方式，他用一架5萬塊的 Shaki 無人機，然後這種大量的無人機，就可以讓美國造價幾十億的航空母艦不敢進荷姆茲海峽。那同樣的情境也在烏克蘭戰場上面發生。烏克蘭就憑着它的水上無人載具、無人機、岸防飛彈，它就讓強大的俄羅斯的黑海艦隊，幾乎不敢出海了。那俄羅斯艦隊的旗艦，對，就是被這無人載具打掉了。莫斯科號被打掉了。對，所以它可以說完全翻轉這整個戰爭的邏輯。那我們也看到說最近。包括說我們在訪問烏克蘭的期間發生的這些戰事，那烏克蘭它現在無人機，它有這個3層的打擊能力。第一層當然就是戰場上的 FPV，這種自殺式的，專門用來破壞對方的裝甲車輛人員。第二個呢是中程打擊能力，那這個中程打擊能力，它打的就是俄軍的補給線，不論你是彈藥、武器、醫療補給。那因為這個補給線受到嚴重打擊的時候，你前線的傷兵得不到救治，前線的士兵拿不到補給跟彈藥。第3層就是你剛才提到的，他已經發展出遠程的打擊能力。那澤倫斯基總統在記者會講說，他們已經發展出3000公里的遠程打擊能力。那他最近的遠程打擊能力已經可以2000公里打到莫斯科附近跟。甚至聖彼得堡的煉油廠，那甚至一路可以推到烏拉山。那烏克蘭認為說它是對俄羅斯實施另外一種經濟制裁。它的無人機只要能夠破壞一座煉油廠，就可以讓俄國的石油出口下降個幾個百分點。如果這個這樣子持續下去的話，它真的就是徹底翻轉戰爭邏輯。那因為戰爭邏輯被翻轉了，國防產業的邏輯也被翻轉了。如果大家有注意看全世界的股市，美國股市、台灣股市、韓國、日本的股市，最近這半年不是大漲嗎？但是美國2大最重要的軍工產業公司，一個是洛克希德馬丁，一個是那個雷神 Northrop Grumman 這2家軍工巨頭的股票分別下跌18%跟14%。
為什麼？因為就是代表說這種傳統、這種大平台、大載具，然後昂貴的設備的時代，那個時代已經被翻轉了。那當然，這些國防巨頭也不會這樣坐以待斃啦。這個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在發展我們未來的軍工產業，也真的要思考一下，說他們這種應變的速度。這些國防巨頭呢，他馬上投入國防新創，然後用這個併購這種技術發展非常快速的這些國防新創公司，取得最新的技術哦。所以無人機它真的是已經徹底翻轉。所以你說整個戰爭產業、戰爭思維、戰爭產業都在改變，都在改變。所以我認為說，伊朗跟烏克蘭它是用21世紀的戰略思維，在打這場戰。而且你講說，現在無人機可怕的是在它防不勝防。是它防不勝防是剛剛講說，因為我的無人機我進去，現在在俄烏戰場上面，60%到70%的傷亡都是無人機所造成的，跟你過去想象那個飛機、大炮、這個炮彈造成的傷亡的比例是完全不一樣。現在戰場上甚至有人說80%的傷亡是無人機造成的。對，那這個無人機現在已經發展到美國的新創公司有發展到它的無人機可以在上空6小時，長時間的滯留，監控戰場。那你戰場裡面呢，只要是像坦克車的引擎發動，或者是你雷達開機，開始掃描，對，他馬上看到了，然後他就是自殺式的，對，就下來打你，你想想看那有多可怕？而且無人機很難被偵測到嘛，因為它並不大，所以它非常的安靜。對，所以它不大，它又很安靜，所以它可以滞空6個小時的時候，你用現在的雷達或者你用現在的防空設備，就很難抓到它。不，因為它是移動的，它會隨時移動。对，隨時移動，然後再加上說結合現在 AI 的科技，對，那人工智慧在這場戰爭裡面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戰場管理。好，那你這次特別去了，也把台灣的廠商帶去。我知道烏克蘭這幾年其實不斷的都到台灣來，他們其實一直要到台灣來尋求台灣的這個供應鏈。因為呢，剛剛你之前講說，他在紅外線的設備上面，在 MCU， 也就是說在微處理器上面，他們這個需求很高。因為他們現在也進到了一個新的競賽，以前是1對1，也就是我一個無人機過去，然後我找到一個目標，我找到自身無人機，我就把你攻擊。可是現在兩邊都在提升，兩邊在提升的時候，像烏克蘭想要進到下一個階段，叫蜂群戰略。蜂群戰略就是我要很好的微處理器，我要彼此能夠溝通。我這個上去了以後，我要自己可以作為單獨作戰，而這個東西，台灣的角色就扮演出來了。所以您這次去為什麼受到烏克蘭非常大高規格的待遇，而且給你，就是因為他們真的非常需要台灣這些科技的專業嘛？那我必須跟大家說明一下哈，就是說外貿協會事實上深耕烏克蘭市場已經20年了。我們從2006年就在烏克蘭首都基輔設立台灣貿易中心，真的26年，20年了，已經經營20年了。那過去3年，我們的責任就是促進產業經貿合作，所以過去3年我們連續邀請烏克蘭大型的國營企業、大企業，這當然也包括很多無人機公司，來台灣跟我們的業者進行對接，而且每次一來停留都是將近1個禮拜，他們真全面的跟我們的對接。那他現在最強大的需求呢，就是一個是無人機，另外一個就是因為它基礎設施被破壞得很嚴重，所以它基礎設施的包括電力的重建這些的。然後我們安排他們跟台灣的這些很優秀的這些做這個電源管理處理、做無人機的公司來深度的媒合。那當然也因為這樣子，所以我們跟利沃夫市政府建立很良好的關係。難怪我看你跟他那麼熟絡。對對，那所以這次我們是應利沃夫市政府正式的邀請，因為他們知道說我們這個月我們6月在波蘭華沙會舉辦台灣形象展，所以他們就邀請說，那就你們來波蘭的時候，
我邀請你們來。他們主動要求你們過去，來看一下，來看一下我們國家的現況，然後尋求更多的產業合作的機會。那所以我們是因為有這樣的基礎，所以光是今年5月，在我們出發前1個月呢，今年5月我們邀請烏克蘭商機重建的訪問團，這裡面有24家的烏克蘭企業，其中有一半是無人機的公司來台灣。那當然，因為烏克蘭第一個，它戰場上的需求非常大，然後它的技術迭代非常非常的快，因為他們的技術迭代是根據戰場的需求，隨時在做創新。那無人機哈，事實上它是一個矛跟盾的概念，你用無人機去攻擊人家，那個是一個矛，那你如何防守你自己不被無人機攻擊？那是一個盾的概念。那矛跟盾呢，是不斷的在迭代升高，迭代升高，所以那個反應非常非常的快。我舉個例子，烏克蘭的業者跟我們講說，他們當然很需要關鍵零組件。那台灣這方面關鍵零組件其實做得蠻好的。那他們現在很需要的是紅外線的感測器跟攝像鏡頭。因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攻擊大部分都發生在半夜，所以現在有很多的無人機之間的相互攻防，是發生在半夜。對，那半夜你一般的鏡頭是沒有用的，所以我一定要紅外線才看到。一定要紅外線。那業者跟我們講說，烏克蘭1個月需要10萬個紅外線感測器跟鏡頭，但是歐洲的產能只有3萬個，所以他們現在是真的有很多關鍵零組件，對，是希望能夠跟我們合作。那我剛才講到那個矛跟盾，這是我們在利沃夫訪問的時候，我去拜訪利沃夫的 IT 協會 IT Cluster，他們送我2個很有趣的紀念品，這個就充分說明無人機攻防裡面的矛跟盾。他們送給我的呢，一個就是他們稱之為無人機的這個捕捉車，那有一部電影哦，《魔鬼克星》，那個是 Ghostbuster，那他們就從 Ghostbuster 的電影裡面得到這個靈感，對，所以IT 協會呢，因為裡面都是 IT 公司，相对比較有資源，所以他們就出錢出力，然後他們就把這個 Ghostbuster 魔鬼克星裡面的那個。他們這像一個捕捉網一樣，所以他們就那台車，他們送我的紀念品就是這台車。那這台車呢，當然就是從魔鬼克星來的概念。對。那 IT 協會呢，他們就捐了好幾批的福特皮卡車，然後把這些反無人機的設備，你上面那個都是反無人機的設備，對，把這個反無人機的設備。用在裝在福特的皮卡車上面，然後捐給他們的軍方，用來保衛他們的基礎設施。那他們把它叫做 Shahed Buster，Shahed 就是伊朗無人機的名稱嘛。对。所以当然俄羅斯是從伊朗引進很多的無人機，那他們用這個呢來保衛他們的基礎設施。因為俄羅斯是專門打它的電力、能源這些基礎設施。所以這個叫做 Shahed Buster， 他們現在把它當作重要的紀念品來送給來訪的貴賓。對，他們現在怎麼做到？他們是用雷達嗎？他們是用什麼方式把這些無人機給打下來嘞？當然細節他沒有講，但是上面從網站上也可以，如果你去查這個 IT Cluster 他們的這個 Shahed Buster 的新聞稿，他會講到說他是用這個反制干擾。那甚至上面呢還有這種可以主動攻擊，就是定位來襲的無人機，然後主動攻擊把它打下來的設備。我可以抓到你，我可以定位你，然後我可以把你攻下來。對，然後他們還送我一個很有趣的紀念品，就是這個。這是什麼？這個是烏克蘭打下來的俄國無人機的碎片殘骸。那他們把它變成藝術品，然後裝在盒子裡面，對，送給貴賓。那我覺得這個是蠻有創意的。那我的感覺啦，就是戰爭啊，真的把這個國家的
的潛力啊，逼到了一個極限，真的逼到了一個極限。那我們常常講的一句俗話啊，生於憂患啊，死於安樂。我覺得烏克蘭就是這句話最好的注解，因為它本來沒有無人機產業，它現在一年代有人講說700萬，有人說現在已經可以生產到一年1000萬，1000萬，對，有時候1000萬的無人機，對，而且这無人機是長中短程都有，是，而且它的帶的彈頭的量是越來越大，也就是說你想想看，它本來跟俄羅斯的比是1:20。比如在人員跟武器、坦克各方面那個差距是20倍的差距，沒有想到居然已經可以逼着普丁現在手足無措。他的無人機產業真的是被逼出來的。寶傑，我們兩個都在做重訓，我們做重訓的人都知道說，你要長肌肉啊，一定要對它施加壓力，而且是甚至是破壞，要破壞，超負荷的破壞。對。我的教練每次不論是我做肩、胸、上半身、下半身的時候，他到最後會給我加碼。他說：“董事長一定要加碼，因為你要到那 almost fail 的這個。”對 ，almost fail， 對，幾乎崩潰的狀態。對。那他的無人機產業，甚至他的國家韌性就是這樣逼出來的。我去拜訪的利沃夫的一家無人機公司，它是2022年戰爭爆發以後的5、6月的時候成立的，所以它真的就是戰爭逼出來的一家無人機公司，然後到現在才4年，已經開始大量的量產。那我去拜訪的是它的研發中心，然後它在全國有好幾個生產地點。那當然因為戰爭的關係，所以他們是嚴格保密，所以我們也不能帶媒體去，我也不能透露這個公司的名稱。那他們裡面啊都是年輕人。他的 CEO 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很年輕的女孩子，你可以想象嗎？年輕的漂亮的烏克蘭女孩子，然後就是無人機公司的武器公司的 CEO， 無人機公司的 CEO， 对，而且他們是專門提供給烏克蘭軍方。那他的無人機產能真的是被逼出來的，對，所以一定要有壓力，你才會長出肌肉出來。那我們台灣也在發展無人機產業，我覺得我們是應該要思考這個問題。好，那剛剛講烏克蘭，它現在當然是全世界無人機的重鎮。你比如講，在無人機的這個戰場上的管理，它的迭代，有人講，你半年前的無人機的概念，在半年後都已經不能用了。所以現在有一個說法，就是說，現在我們當然會提供它很多關鍵零組件。當我們提供給它關鍵零組件的時候，其實現在全世界最渴望就是烏克蘭的戰場管理，因為有很多的現實的狀況。我這無人機到底怎麼使用？無人機的天候、無人機的氣溫、無人機的各種狀態，甚至無人機的這個攻防，你剛剛講那個攻防所有的參數，我們台灣可以拿到嗎？現在有一種說法是我們提供關鍵零組件，但是我們可以拿到烏克蘭最等於說的現場的戰場上的一個戰術。如果這樣，對我們的無人機發展就變得非常重要了。烏克蘭它現在已經在輸出它的無人機的這個戰術戰略跟防衛的這個 know how。那我們看到就是像這個波灣戰爭爆發，就是最近的，他跑去沙烏地阿拉伯。對，那好像美國也邀請了200個烏克蘭無人機的專家，去協助這些海灣國家防禦來自伊朗的無人機。那我知道。可能很多其他國家、北約甚至亞太地區的我們的這些主要的盟邦，都有跟烏克蘭這邊在取經，就看看說這個經驗有什麼可以來這個學習。那寶傑，烏克蘭現在已經是歐洲第1大軍事強國啊。對，但是強國不見得說它有最多的飛彈，它有最多的坦克，但是你看它的實戰經驗，它的無人機的整個產業跟無人機的作戰的戰術、戰略、攻防這些，它真的是歐洲第1大軍事強國。我們如果不算俄羅斯的話，那但是在台灣呢，有一位日本朋友有特別提醒我，他說烏克蘭的經驗當然是重要，但是你不要忘了烏克蘭它是幾乎一望無際的大平原。它的 terrain 就是它的戰場地形，我們講的說這個 theater 這個戰場，跟台灣情境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是一個海島，而且有很多離岸的小島，所以海島攻防的無人機戰術戰略是不一樣的。所以
我覺得我們是很有這個潛力哈，就是我們講的說重訓啊，壓力測試，壓力，然後長肌肉。那因為我們跟烏克蘭的情境不一樣，我們這種海島型防禦，如何用不對稱的作戰，能夠發展出我們自己的一套的這個無人機的戰術哈。如果我們發展出來，那個跟對地理條件跟我們類似的國家來講，那也是很寶貴的資產呢。好，不過現在有一個問題是，現在當然他邀請人過去，那我们也希望能夠打進，因為畢竟那個全世界最大的無人機生產的工業鏈是在烏克蘭，但問題是我們打得進去嗎？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料，對於無人機來講，最關鍵還是成本，因為我現在就是要用不對稱戰爭，我用一個便宜的武器去對抗你那個非常昂貴的武器，因為這樣不對稱戰爭，我要讓你害怕，讓你妥協。可是最便宜的還在中國啊！現在烏克蘭80%以上的還是用中國的產品啊。那如果是用價格上來看，那台灣我們有辦法嗎？當然他們希望說我們台灣進去，可是就現實的價格考慮上面，或者在兩岸的這個所謂的無人機這個零組件的競爭上面，我們競爭得過人家嗎？我們可以打進這樣的工業鏈嗎？寶傑，這是一個事實，就是不要說烏克蘭，我前一陣子去日本拜訪日本的無人機公司。他們也跟我講說，他們現在零部件幾乎80%，也都從中國進口。那第一個是成本，第二個就是說，因為目前還找不到其他替代的來源。那台灣的優勢是，除了我們在關鍵零組件上面跟精密製造，還有我們資通訊晶片產業的優勢之外呢，我們有一個優勢就是全世界現在都要去紅供應鏈，去紅化。對。那有很多國際朋友來台灣，跟我們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們要去紅化，要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對。我去拜訪了這家利沃夫的無人機公司，他也很坦白的跟我講說，因為第一個烏克蘭戰場的量很大，那成本對他們一個作戰中的國家來講還是很重要的考量，所以他們現在還是依賴中國的零組件。那他當然也希望能夠有其他的替代來源，那但是這家公司他也有把他的最重要的飛控系統零組件給我看，那是我們台灣公司生產的。是啊，當然我也不方便講哪一家啊。那所以他們也很清楚說，有些關鍵零組件的話，可能就算說價格稍微高了一點，他們還是願意用。可是不論是關鍵零組件還是其他的零部件，他們都還是希望能夠盡量去紅化。但這個需要一個時間跟過程。對。那在這個時間過程，成本對台灣的業者來講，當然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不可否認，我們的生產成本一定比對岸高嘛。那但是我們有去紅供應鏈的優勢，如何善用這個優勢？然後真的要考驗我們的企業家發揮他們的這個彈性，跟創意，然後在整個生產，不論是說生產流程，還是說未來的生意模式，然後去創造出價格上面能夠飛紅，但是價格上又能夠讓我們的這個朋友能夠接受，能夠安心的。那這未來可能會有很多的生意模式出來。就雖然現在80%是在中國，對台灣來講你只是2成市場，可是反過來講，在非紅供應鏈的狀況下，我反而那80%是台灣可以取而代之的。是，對我們反而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這個利益在前面。因為日本的無人機也是很困擾，就是說非紅供應，他們承認說他們現在大部分零組件還是從中國進口，但是他們很希望替代掉，這需要一個過程。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商品，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好，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跟他講，當然晶片，那個所謂的微處理器，還有剛剛講的那個整個的這個資通訊，還有一些這個所謂的這個電子的關鍵的那個零組件，你說這個在台灣的這一部分，對全世界，像你不是只有去烏克蘭，你也去了歐洲，你去了很多地方，這個對全世界要發展無人機產業鏈都是一個很大的這個所謂的優勢嗎？這樣子講，就是我們這一次在波蘭
舉辦的台灣形象展，當然這個是經濟部委託我們辦理的啊。那台灣形象展裡面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我們的無人機館。我們這次的無人機館邀請了台灣16家主要的業者到波蘭去展出很完整的，從零組件到這個飛控處理器，然後甚至到無人機的材料等等，很完整的一個生態系。那我們邀請了歐洲10個國家的110家的企業，來跟我們的業者進行洽談。那這些業者他們收穫很大。那這些業者呢，像漢翔是我們無人機聯盟的龍頭老大，雷虎雷虎現在無人機不止無人機，它的無人載具，這個水上水下的無人載具做得非常的精彩。那奇陽它也是做整機，也做電池跟馬達的零部件。你很難想象哦，我們國內的電子大廠智邦智邦科技，它現在是市值前10大的台灣公司，它是做 AI 的設備，然後它也做網通設備的，它現在也做無人機無人機的一些關鍵的飛控零組件，因為它在磁通訊上面，磁通訊上面他們有這個優勢。台塑這次去呢，有不但是參加無人機，也參加這個能源基礎設施。對。然後台塑新智能也展出儲能，所以他們一共參加我們3個館。那無人機的部分，他們就是展出他們最新研發的碳纖維，因為無人機要越輕越好嘛。那另外烏克蘭有一個很大的需求是防彈背心。所以我們碳纖維可以當防彈背心。就是說這種複合材料。對。複合材料，這個是很有潛力的。那所以我們把全歐洲從波蘭、烏克蘭，然後法國、西班牙，甚至這個立陶宛等捷克這些主要的這個採購企業，通通都邀請過去。那所以我們是有我們一定的實力，但是如果真的要去看我們業者所面臨的問題的話，當然第一個就是說，我覺得我們國內的市場一定要夠大，因為業者一定要有一個你自己的 home market， 你自己的國內的市場來練兵壯大，至少他要能夠獲利，要能夠活下去嘛。我要有個基地，要有個基地啊。那國內市場這一塊當然就是另外可以來討論的，這一塊是很重要。那如果你要往國際上面去發展的時候呢，我們會面臨一些挑戰，像說現在國際對這個無人機整機出口跟進口，幾乎每個國家管制都很嚴。我們自己的國家也有管制啊。對。那所以你要整機無人機出口的時候，光是這個管制跟認證，這2個壁壘，這個對一般的業者來講就是很大的挑戰。所以那不是商業邏輯，那不是商業的問題。第二個，將來國際上的最大的買主一定都是軍事採購。那商業的採購現在這一塊大家都沒有去談到，但是這次呢，歐洲的買主，特別是波蘭、烏克蘭的買主都跟我們講說，你們不要忽略到商業的那一塊商業的在物流、在安控、巡檢方面，是它的市场也会很大。那所以，但是可見的这個未來幾年呢，最大的買主可能還是各國的政府的國防採購。像英國政府最近又剛剛推出一個2000億的無人機採購計劃。那美國更不用講了，美國他們也一定把這個列為重中之重，各國都是重中之重。國防採購對一般的業者，他要去串接到這些採購，真的不是那麼的容易。難度真的是很高。你剛剛特別提到雷虎，其實雷虎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特色是，它被美國認證，是它等於說是美國海外認證，在無人機的特殊技術上面，是它是可以跟美國聯通的。所以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美國
台灣跟烏克蘭有一個隱而不顯的三角聯盟。烏克蘭是全世界最大的無人機的實驗場，它是最大的一個實驗地，它有最完整的數據。而台灣剛剛您提到那些，包括這樣晶片，包括微處理器，包括這個電源管理，它有很多的，包括資通的這些雷射，包括像剛剛講紅外線的這個鏡頭，台灣是最強的。包括美國，剛剛講美國是非常大的一個買主。我們這三方真的有一種隱而不顯的這種三方的這種互聯的關係嗎？這個因為這個不在我的業務範圍，那我相信，因為這個無人機的重要性哈，其實世界各國都在尋求合縱結盟啦，所以都是盡量說能夠這個透過結盟的方式來壯大。好，那另外就是你這樣子這次感覺到，你剛才特別提到，我們本來都只重視到說無人機的軍事價值，無人機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產業嘛。無人機的產業，因為有人講說，未來台灣的所謂的3個護國神山，你說了 AI，除了晶片之外，另外一個就是無人機。無人機的產業有這麼大嗎？它的這個整個市場有這麼龐大嗎？我想因為幾個國際機構的預估哈，未來這個無人機的產業很有可能會到1000億美金。但是我們對無人機的定義不能只是大家想象中的那個垂直旋翼的那種無人機啦。你應該把它定義作為是 unmanned vehicle， 無人載具。那如果無人載具的話，哇，那個範圍就太廣了。無人載具它可以到空中、水面上、地面、水下。對。那甚至有很多是我們商業裡面的應用。所以现在已經有研究機構預估說，這個將來這個市場規模會到1000億美金。那對很多國家來講呢，這不只是一個商業問題，也是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所以這個幾乎就是你要維護你的國家安全，你一定要有你的無人機產業。那這個也是我們台灣無人機業者的一個挑戰。因為現在各國都希望發展無人機產業，但是希望能夠發展在地化的無人機產業。美國最近把大疆無人機禁了。對。那禁了呢，當然就是說它的目的除了國安考量之外呢，其實它更希望發展進口替代。對。大家都希望說，我的無人機產業就在我這裡落地生根。那就像烏克蘭一樣，因為美國禁大疆其實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美國的現在農業，我們知道他們現在的右派等於說共和黨很多是在這個農業州，對，那農業州其實大量依賴無人機，非常大。它現在的監測、播種、施肥，甚至整個農業的管理，它基本上都透過無人機，所以那個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商機。可是反過來講，如果我這些東西都是用大疆，代表我整個美國所有的農業生產的所有的數據，跟天候的所有的數據，全部都會被中國拿去。我5月份的時候去亞利桑那鳳凰城，我帶了一個150人的貿易訪問團去。那當然也因為配合我們鳳凰城辦事處的接募哦，那經濟部龔部長也去了。我去拜訪漢翔在鳳凰城的美國公司。漢翔在鳳凰城有子公司，對，他有一個子公司。那漢翔美國的 CEO 親自接待我，那他帶我參觀廠房的時候，他說我們已經把空間都預留起來了，因為美國的無人機發展法規呢規定說，你將來無人機我記得不錯的話，60%，一定要 made in USA，一定要這個 local content。你將來想要說整機進口到美國去的話，是行不通的。對，所以他說我這個基地呢，就是已經預先把空間都預留起來。那當然漢翔也是我們無人機聯盟的龍頭老大嘛。對。那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國內的無人機業者可以用漢翔鳳凰城的廠房作為他們在地生產的一個基地。對，然後來攻入美國的市場。將來世界各國都會這樣子做。他都會希望建立無人機產業是在他自己當地落地生根，我不用再進口。
那進口如果萬一打仗的時候，物流中斷，或者是有其他的這個因素的時候，我拿不到無人機，這個會是世界各國未來的一個趨勢。所以將來我們的無人機業者要發展國際市場，就會跟台積電一樣啊。台積電現在必須到德國、日本、美國去生產嘛。這個趨勢是免不了的。是，所以你提到這個為什麼就是對台灣，我們現在不管是行政院版的2100億，或者現在在野黨提出來的2400億的無人機的這個所謂的條例，那非常重要的是，第一個你要提到，我要發展無人機產業，我一定要有一個 base， 我要有一個基地，我要有一個足夠的等於說我的母公司或者也好，我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生產中心也好，我才有辦法有能力去打仗。另外就是講，現在的無人機一定要在地生產。我如果沒有辦法持續的在地生產，我的外援一斷掉，我就没有武器了。所以其實從為什麼我們會對台灣要去建構一個無人機的產業鏈這麼重要，就是它是軍事的，它是台灣安全的，它也是台灣未來這個產業發展必須要做的事情。是，我覺得對台灣來講，我們的國家安全考量甚至勝於商業的考量。這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本土而且是很強大的無人機產業。那再加上我剛才也提到說，因為我們是海島國家，如果我們發展出一套海島的防衛無人機防衛的戰法的話，那將來會變成世界其他類似地理条件國家的典範啊。那我們就會像烏克蘭一樣，我们會發展出我們軍事的 know how， 那已經不是只賣硬體而已。對，因為我覺得最有趣的是，你看這一次韓國瑜到了美國去，美國其實非常高規格，他連眾議院的院長強生都出來跟他會面了。好，那可是我覺得看啊，美國只在乎2件事，一個就是你的國防預算，你未來怎麼看待；第二個就是你的無人機產業鏈，也就代表說，美國很清楚，台灣要建構自己的所謂的自我防衛的能力。除了我要有所謂的現代化的軍事設施、現代軍事化的一個概念之外，你的無人機的產業鏈、無人機的生產能力、無人機的整個戰術戰略的這種概念是不可或缺的。少了以後，台灣是根本沒有自我防衛能力的。對，所以我們剛才提到說，在烏克蘭戰場上面，無人機技術的迭代非常非常的快，因為它就是一個矛跟盾的攻防。你矛升一級的時候，盾也會想辦法要升一級，然後矛也會想辦法再升一級。所以早期無人機從單純的這個攻擊，到後來發展出反干擾嘛，好，然後現在還有那個 GPS deny，到後來說，那我的通訊會被干擾，我就用光纖啊，所以後面就拖着一條線，跟早年那個拖式飛彈、那個反坦克飛彈一樣，它後面是拖着一條細細的光纖，所以。烏克蘭戰場上有人說那個遍地都是光纖線，對。那發展到後來，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說，現在也發展出用雷射來擊殺無人機，用網子來捕捉，那甚至呢用這種蜂群的戰術，那再加上 AI，現在美國新創公司發展出最新技術是，你在戰場上你要打擊那個目標，你只要把那個目標的框畫好以後 ，AI 全部接手。然後它的無人機蜂群一次出去，对，那出去的過程當中也可能會被對方打掉一些，干擾一些，AI 隨時馬上去調整，馬上該怎麼補充，等等，AI 完全接手，然後直到這個框的目標消失為止。所以這種戰術戰略跟科技的迭代太快了，太快了。所以你說台灣一定要趕快介入，而且台灣一定要進去，否則我等於說你越晚進入，你那個迭代的那個。累積的那個城牆，對台灣來講就越高了。當然，那所以這是為什麼就是國防新創很重要。那我知道我們的國防部非常重視國防新創這一塊。那好像也有專門的單位在處理。那我覺得應該是鼓勵更多的台灣這些優秀的年輕人，投入國防新創。對，甚至大企業最近因為電子業真的，我覺得他們錢賺了不少了，真的可以投資一點國防新創，然後培養一些年輕的團隊。因為烏克蘭的這些新創啊，就是我去看的那個無人機公司，都是很年輕的20-30歲的年輕人，因為年輕人有想法，反應快，然後這個彈性各方面的話都是一流的。那
我覺得我們不能夠只是繼續做這個關鍵的零組件，但我們有很多的公司在我們剛才講的說這個軟體跟通訊干擾反干擾都做得非常的優秀，像神盾，神盾他們在無人機的領域上面呢做得非常的好，就是我剛才講的是干擾反干擾，定位反定位，好，然後還有很多其他的這個無人機的技術。那我因為迭代速度太快了，所以我們真的應該要加把勁。那寶傑，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現在在基輔辦公室呢，有一位專案人員，可能大家想都沒有想到，在戰火之下，我們台灣呢還有一位留學生，他是在2年多以前主動去基輔留學。去留學，在戰火之下，他去基輔留學。那我們這位同事呢，他的英文名字叫做安東尼，所以我就先稱呼他安東尼。他是在台灣一所大學的電機系畢業。電機系畢業以後呢，他一看到說無人機是未來的趨勢，所以他就申請到基輔航太大學。哇，航太大學。去攻讀碩士學位，他就是專攻無人機。就台灣電機系等於說是非常我們最高學府的電機系非常強的一個人，他跑去基輔，而且是去基輔最有名的基輔航天大學，專攻無人機的碩士。那所以你可以想象說。第一個無人機，它現在已經是一個跨領域整合的產業了，已經不是那麼簡單的像我們傳統的那種大疆的這種無人機而已了。它需要的是很多，用英文講叫做 interdiscipline， 就是跨領域的這個 know-how 的整合。那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大學或者這些專科院校，真的應該要開始想說怎麼去培養這方面的人才。因為它會是需要跨領域的人才。好，那也許大學應該要開始設無人機系了。應該都可以。我想，只要產業是，我們現在我覺得很妙。台灣現在的產業界跟學校其實是緊密聯合的。我剛剛講，台積電都有專門的學校，專門幫台積電訓練他們需要的專業人員。因為現在大家搶人搶得瘋。但我覺得有一個，我想問你說，你的歷練其實非常豐富。你在外交部，你到了陸委會，你到了總統府，或者你當了外交部長，你現在當了外貿協會的董事長。他們現在我也在民間企業工作過。OK， 好，那我好，但这一个台灣現在的，我覺得不管是地緣政治，不管是所謂的台灣的產業，或者因為不管 AI 的關係，或者無人機的關係，你現在感覺到台灣現在全世界對待台灣的態度、姿態跟這個雙方互動的狀況，都跟過去有很大不一樣了。我當然很大的不一樣啊。我覺得我們。可能從來沒有這麼被重視過。那真的是一方面，當然全世界都知道說台灣的地緣政治的處境，然後他們也知道台灣是一個很民主的國家。那更重要的是，他們現在都體認到台灣的國力。我們的國力在上一次我們談 Computex 的時候也講到，說全世界如果沒有台灣的話，這個 AI 產業是走不下去的。然後。全世界都知道台灣在半導體的重要。前幾年是因為 TSMC，那現在不但半導體重要 ，TSMC 重要。現在最近這1-2年，大家才知道說 AI 沒有台灣的話，全世界的 AI 產業走不下去。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真的就是拓展這種產業經貿交流我可以說是。最黃金的時代，等於一個恭逢其盛，是恭逢其盛，真的非常非常榮幸。那最後一個就是，我看你的報道，或者看你後來的這個演講，你對這次去利沃夫，你感觸非常多，是因為你真的是看到了一個戰場，你看到那個戰場的武器，你看到那個無人機的使用，然後呢，對整個戰場狀況的改變，那個對你來講，這次的收穫非常的特別。哦，其實那種心靈的衝擊。跟感想是真的非常的深，非常的深。那我們最近一直在談這個社會韌性、國家韌性。
那我覺得烏克蘭的這個國家是蠻值得敬佩的。我們在利沃夫看到它的這種城市的韌性、社會的韌性、國家的韌性。當然，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說，戰爭把這個國家的潛力，把它逼到了極致。那2022年戰爭一開始的時候，很多人認為說這個戰爭2個禮拜結束了，基輔拿下來，然後就是換個親俄的政權，這個國家就搞定了，被俄羅斯搞定了。結果他到現在4年多了，不但沒有被征服，而且還不斷的反擊，讓俄羅斯現在頭痛的不得了。所以這個真的就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一個最好的一個注解。那利沃夫呢？因為它是西部的大城，它本來就是西部的一個工商重鎮。那它也是歐洲要進入烏克蘭的重要的門戶。我們2022年戰火爆發，我們駐基輔的徐玉軒主任，他分4批把台灣在烏克蘭的55位僑民，這當中包括3個才剛出生的小寶寶，就是烏克蘭代理孕母生的，分4批在戰火下全部安全的撤出烏克蘭，就是都從烏克蘭各地把這55個人把它集結起來，然後分4批用遊覽車。先送到利沃夫，因為利沃夫就是這樣的一個 hub， 一個轉運站，然後再把他們撤到波蘭。那其中有一輛遊覽車到了利沃夫的時候呢，遊覽車司機罷工，他說我不開了，然後一下子要價好幾萬美金。那我們徐玉軒主任把他身上僅有2000塊美金全部掏給他，他說你先把我們的人送到波蘭，其他的到波蘭我再跟你算。那所以利沃夫就是一個這麼重要的城市。現在全美國、歐洲對烏克蘭的援助都是先進入利沃夫。我在利沃夫也去拜訪一個工業區，他們那邊也在大興土木，因為就是它就是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資源跟這個交通運輸的節點。那利沃夫這個城市，因為它在西邊，所以表面上它是遠離戰火。那市民的生活看起來一切如常。當然，空襲警報偶爾會響起。還有一個 app。對，我們有一個，每個人都裝了一個 app。那如果俄軍的飛彈跟無人機來襲的時候 ，app 就像我們的國家地震警報一樣會響起。那所以我們到烏克蘭的第一天覺得一切如常，但是第2天早上那個氣氛就很不一樣，因為我們去市政府拜訪的時候。當然，一早我跟幾位媒體朋友有應市政府之邀去參觀他們的英雄公墓，就是為國犧牲的這些將士的公墓，一張一張都是年輕的臉孔，都是年輕的臉孔。那我們到市政府去拜訪的時候呢，市長這個薩多比他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一個市長，他已經市長做了10幾年、20年了。那他在戰爭之下領導這個城市，然後他要照顧傷患，然後要發展經濟，要跟國際援助對接，他們也設了 Japan Desk，也設了這個 France Desk，來專門跟日本要進來的投資、法國要進來的投資來服務跟對接。那市長接待我們，然後他邀請我說11點鐘他們有一個 memorial service， 問我可不可以一起參加。我說當然可以。那他每天11點鐘，市長一定在市政廣場前面，然後路過的市民都會自動的排好。11點鐘的時候，這個城市表面上看起來是很正常，一切如常。但是每天都有在前線為國捐軀的市民，這些年輕的孩子被送回家鄉。那11點鐘的時候呢，他們的靈車，我們那一天是有3輛靈車，後面呢是他們軍中跑者的車子，在後面是家屬的車子。11點鐘，市長旁邊一位小喇叭手。先吹奏這種哀悼曲，非常感人。吹奏完以後，靈車
跑者的車、家屬的車，緩緩的從市長前面通過。那坦白講，不是我們的國家，但是我們媒體團有好幾位記者朋友哈，當場掉眼淚。戰爭還是非常無情的。戰爭很無情，這個城市表面上看起來遠離戰火，但是他的年輕子弟還是都是在前線作戰，每天都有犧牲的子弟被送回這個城市來。市府的走廊上有一張照片，是2022年大概5、6月，戰爭剛剛爆發沒有多久，他們拍的軍人公墓，上面只有4個鐘。那我們那天早上去看他軍人公墓的時候，他整個公墓啊是1200個英雄冢，而且市府人員說不夠了，他們還要再另外建一個。所以這個國家為了維護他自己的自由，真的付出很大的代價。而且我看你們的隨行的記者回來的時候，也有寫到說，因為這樣他們就充滿彈性，等於說他們的這個所謂的太陽能板，他們跟星鏈，等於说怎麼樣子讓他們的這個斷電通訊不斷電，那個都完全都是一個暫時的生活。是啊，這個無人機事實上它的作戰上面通訊極為重要，那干擾反干擾也是圍着無人機的通訊在做。我最近看到一個報道，就是說俄羅斯因為戰爭爆發以後，烏克蘭就是都靠馬斯克的 Starlink 來衛星通訊。那這個真的就是一個國家哈，你如果碰到戰爭的時候，很需要 Starlink。我們的遊覽車，每一輛遊覽車上面都是 Starlink， 我們都聯網到 Starlink 上面。所以你這次去，你感受非常多，是到底什麼是重要，什麼在戰爭中什麼重要，什麼是必需品的？对，通訊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後這個社會的這個市民之間、志工團體之間，這種互相扶持、幫助、共度難關的這種凝結力，真的非常的重要。是我們去的時候，市長他親自做簡報，然後他放一部影片給我們看。這影片裡面呢，有8歲的男孩被飛彈的炮火擊中，整個臉毀容，然後他就戴一個面具，然後他本來是學跳舞的，所以他說我要繼續跳舞。有一個34歲的前線士兵回到家裡面來，他太太跟他說：“你當爸爸了。”然後那個士兵就抱着他的newborn baby， 還有一個10幾歲的女孩，她本來是跑步的運動選手，那也因為在空襲當中失去了一條腿，然後就看着她帶着義肢繼續在跑，她說我要繼續跑下去，所以就這個畫面，剛畫面是，所以這個真的你必須要，你必須在那裡哈，才能夠感受他這種城市、社會、國家、人民的堅毅不拔的韌性。我們去參觀的醫院，那個院區很大的院區叫做 Unbroken Hospital。那我覺得，然後我們政府有捐500萬歐元捐贈了一個醫療復健大樓給這個 Unbroken 醫院。那這個烏克蘭各界當然對我們是非常感謝。事實上，戰爭爆發以後，我們的慈善團體進去烏克蘭絡繹不絕。你想象得到的，紅十字會、世界展望會、慈濟功德會，還有我們各大醫院，光是都進去了。馬偕醫院的義診團已經進去7次了，都是最優秀的醫生護士這樣子進去幫助他們。那所以我們政府捐給 Unbroken 醫院的這個復健大樓，對他們來講他們是非常感謝。那 Unbroken 這個字，你把它翻譯成中文啊，就是什麼？打不倒，打不去，對啊，打不倒。我覺得這個就是烏克蘭展現出來的精神。好，其實我們小時候，我們就要背一個蔣介石最喜歡講的一句話，叫做"勿視敵之不來，事無有以待之"。這個是我們從小就要背的東西。當然講，現在台灣其實不是一個安全的社會，我們其實面臨一個龐大挑戰在旁邊。那現在的戰爭，剛剛也談了很多，就是所有的資料都告訴你，無人機它在改變未來的戰爭規則，未來戰爭的勝負，就看你的無人機產業鏈的這個所謂的能不能為符合戰爭的需求。我們今天非常高興的董事長在我們節目裡面講了
戰爭在烏克蘭在戰爭中扮演的一個角色，還有它是一個龐大的產業鏈，台灣到底要怎麼進到這個產業鏈？而且這個產業鏈對台灣真的是至關重要。非常謝謝董事長，謝謝寶傑。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